无限好的球王梅西，最璀璨的诸神黄昏。但得夕阳无限好，何须惆怅尽黄昏？注定要送走一代人的诸神黄昏。在12月18日迪卢塞尔球场迎来了最为完满的结局。而对于见证了梅西18年职业生涯的球迷而言，见证终局之战，此生可以无憾。这是一出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，更是让全世界都笑逐颜开的欢乐颂。而作为绝对男一号的梅西，紧锁多年的眉头，这夜终于彻底舒展。无论领先亦或平局，无论得势亦或失势，阿根廷队长的嘴角始终挂着微笑，一如当年披着红蓝30号首秀就破门时跳到罗纳尔迪尼奥肩膀上的欢畅。从红蓝30号再到巴黎30号，终于可以笑对在天堂注视自己的马拉多纳。从12年前便接过球王交椅的10号，自此以核心身份统帅潘帕斯雄鹰的梅西，在寻常球员早已淡出或告别的年纪，奏响了人生的最强音。而对于用整段青春陪伴了梅西的球迷而言，曾经格外漫长，结束却又分外短促的青春，也终于可以与传奇一道，永驻于记忆深处，成为人生的一部分。无需比较，存在就是最好的珍重。伴随着比拼10年的 C 罗提前告别卡塔尔，历经首战重挫后6战全胜登顶的阿根廷，史上第6次亮相世界杯决赛终于捧杯而还。这也意味着梅西终于以胜利者姿态，在足坛众神殿中再进一步，蓝白新10号可以名正言顺地超越马拉多纳，成为阿根廷队史第1人。尽管世界杯同为一贯一样，但本届梅西的表现相形1986年马拉多纳的神奇输出，在高光时刻和传奇性上或许稍逊，但在决定比赛意义上却能等量齐观。本届梅西一改此前高开低走的惯性，成为世界杯史上首位单届小组赛、1/8决赛、1/4决赛、半决赛和决赛都有进球的球员，尤其淘汰赛常常首开纪录，更是罕见的神迹。当然，彼时的马拉多纳要面对的是以许丁默为首的罚大数，而梅西在 VAR 和更严厉的点球判罚尺度的加持下，数据净喷，淘汰赛超神也并不出人意料。而在双方都格外失意的亚军征程中，2014年梅西4球1助的表现显然更胜1990年频繁失点。最大亮点是1/8决赛人从中助攻卡尼吉亚的老马，永远以硬指标论英雄的国际足坛比较无时无处不在。而对于从出道就被无数次寄望马拉多纳2世的梅西更是如此，背负着与上代球王无休止的拉扯，尤其在国家队屡战屡败的晦暗年代，似乎成了从来都无法解脱的宿命。而亲自下场为比较定论的，恰是4年前在看台上观战梅西的老马本人。梅西在场上可以，但在场下他优先打他的游戏机，而不是和队友聊天。对我来说，梅西是个很难说话的人。我们现在要求一个在比赛前上20次厕所的人成为领袖是没用的。然而人们或许忘记了，在墨西哥加冕的马拉多纳固然是世界杯最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，但同样掺杂了阿根廷人输掉马岛战争后无处寻找的民族自豪感，以及冷淡行将落幕，阿根廷从发达国家跌落回2流国家的失落感。一届本该纯粹的世界杯，竟成了阿根廷人重塑民族自信、宣示国家形象的最佳载体。这一切在如今更多元、更包容的主流价值取向面前，着实已经过于遥远，难于共情。1990年卫冕失败的马拉多纳在镜头前热泪长流，脏字频出， FIFA 是最大的黑手党，而他抱怨的不过是决赛中把联邦德国球员连人带球一起踢的阿根廷，最终只能9人打完全场。而今球迷对出征卡塔尔的梅西的期许，并不一定是捧杯而归的大团圆，岂能尽如人意？但求无愧我心，亦不失为告别世界杯的一种。尤其在淘汰赛连续4场先拔头筹，半决赛上演华丽过人助攻，决赛加时一度险些将对手置于死地之后，大力神杯的归属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。毕竟梅西超越的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比较和期待，而是终于可以跳出比较的藩篱，尽情做了一次自己。
二，16年专注为挫折教育代言。世界杯是什么？套用莱因克尔的句式，那就是一项32支球队追着球跑，最终一支球队笑着登顶，31支球队哭着回家的游戏。4年一届的时不我待与赢家的极度稀缺，始终是世界杯的核心竞争力。但这也意味着世界杯是与快乐足球最相抵触的存在。无论你是多么旷古烁今的巨星，出现在世界杯赛场，受挫是常态，登顶才是难得一遇。除了4届出征3次加冕的贝利，远到克鲁伊夫，近到姆巴佩，历代巨星鲜少有能逃脱这一定律的存在。而在饭圈文化入侵足坛的10余年来，不假思索的代入感逐渐让足球偏离了强身健体、公平竞赛的本源，愈发成为成王败寇、非此即彼的战队游戏。但很不幸，多数将偶像挂在嘴边的所谓球迷，最缺的就是足球比赛的核心要义之一——挫折教育。学会从容的享受胜利，更要坦然的直面失败。拿得起也放得下，方显绿茵场上的运动家本色。遗憾的是，在卡塔尔之前，梅西亦是格外执着于胜负的那一个。从兵败南非时在更衣室的痛哭，到决战马拉卡纳赛前不经意的触碰金杯，再到连续点球折戟美洲杯决赛后的含恨退队，直至上届在俄罗斯全程阴沉着脸草草踢完4场比赛，那个在俱乐部闲庭信步的快乐男孩。球衣一旦变成蓝白， BGM 永远是幽怨低回的探戈，脸上则是写不完的苦大仇深。但在卡塔尔，梅西不再是那个阴郁的中年，接受曾经不完美的自己，心平气和的与昔日的失败和解。这或许是35岁的梅西在中东留给世人最深刻的印象。从首战爆冷不敌沙特后，主动在赛后揽责，并在更衣室里与队友促膝长谈1小时，以演说鼓励队友士气，再到连续与成恩佐·费尔南德斯和阿尔瓦雷斯挑起大梁，与相差了2代人的后辈庆祝时的欣慰，直至直面荷兰队赛后挑衅，回应范加尔和维霍斯特时的强硬与决绝，以及在夺冠庆典与母亲拥抱时终于破防，留下如释重负的英雄泪。认清了生活的本质，却依然热爱。这一届的梅西不再戴着面具，不再用神星桎梏自我，以更接近于凡人的姿态，为世界杯战场长达16年的挫折教育亲手画上了句号。3. 坚持超越天赋。35岁，雄心依然在。从2006到2022，为世界杯追梦16年的梅西，在追平出战世界杯届数纪录同时，35岁还能在足坛最高舞台只手擎天，本身就是一桩奇迹。世界杯历史上不乏比梅西更成功的前辈，但他们出战最后一届世界杯时都比梅西更年轻，表现也并不比梅西更出色。身为世界杯历史的头号赢家，球王贝利在世界杯的谢幕演出发生在1970年的墨西哥。29岁的球王和如今的梅西一样打进4球，捧起了人生第3座世界杯，但他见好就收，31岁就退出了国家队。马拉多纳出战最后一届世界杯是1994年，33岁的他虽然在小组赛对阵希腊攻入了世界杯征程的最后1球，却因麻黄碱阳性而被禁赛，最终在看台上以泪水送别了心爱的国家队。克鲁伊夫的第1届也是最后一届世界杯，发生在1974年。27岁的飞人在决赛之前的表现堪称完美，却也开启了荷兰队千年老二的宿命。贝肯鲍尔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也在1974年，此时的皇帝29岁，历经了此前2届的功败垂成后，贝肯鲍尔在家门口成功夺冠，并就此封神。范巴斯滕的世界杯谢幕演出最为令人扼腕。1990年，25岁的他受困伤病，在荷兰队仅有的4场比赛中1球未进，黯然止步16强。而因脚踝伤势，不满31岁就退役的他，对世界杯最初的回忆，亦是最后的回忆。罗纳尔多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发生在2006年，坐拥黄金4重奏的巴西队1/4决赛遭遇苦主法国出局，29岁的罗尼国家队生涯到此为止。聊以自危的是，他在人生第4届世界杯上以15球成为了世界杯历史射手王。
齐达内的最后一届也定格在2006年，但比罗纳尔多更接近大力神杯的齐祖，却以不可思议的进球加红牌，让球员生涯最后一场比赛毁誉参半。即便将比较范畴缩小到本届，能比梅西更年长却仍在奋战者，也不过 C 罗、莫德里奇、蒂亚戈席尔瓦、阿尔维斯等寥寥几人而已。对于梅西而言，35岁的年龄挑战极限，逆天改命，无论成败，本身都已格外值得尊敬。但更激动人心的是，已经亲程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梅西，却并未同步做出退出国家队的决定。身披3星蓝白尖条衫，在退役前充分享受足球，以世界冠军身份继续出征，是梅西给球迷乃至世界最为惊喜的答案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那些在世界杯前感慨青春已逝的球迷，其实大可不必伤春悲秋，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，你们的第二段青春和梅西一道刚开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让我们打开财富之门，享受美好人生。这里是财富记频道，我是钱老板，感谢订阅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